丽允鬼屋，我参身遇过那个丽园游乐场，老香港人叫它丽园。1949年开业，1997年结业。我出生那年，他已经在里面做了30年生意。对我来说，丽园不是什么历史地标，而是童年最快乐的地方。有制香口交，有真的大象天奴，有碰碰车，和一座让人又爱又怕的鬼屋。那座鬼屋外观一点都不恐怖，入口是一个卡通化的怪兽大口，旁边有几只甩了油的彩色蝙蝠，里面是黑暗车行设施。你坐一架慢得像轮椅的小车，慢慢路过一条又一条隧道，沿途有假蜘蛛掉在你的头顶，假骷髅突然弹出，收音机品质的尖叫声消，以及不知道哪里吹出来的一阵冷风。小时候我觉得很好玩，稍大一点就觉得很假。直到那一次，1994年夏天，我中2升中3，7月某个星期六，和3个同学阿轩、细荣和胖子聪去丽园。我们从旺角搭公车，背着书包，一人拿着一支宝矿力。又玩鬼屋？胖子聪问。玩吧，反正免费入场券还有2张。我说我们玩了3次，头3次都没事，嘻嘻哈哈的出回来，含笑里面指甲僵尸的脸崩了一呼。第4次，我说我自己一辆车，你们3个一辆，我想试试最后那辆。排队时，我注意到鬼屋入口侧有个就是入闸机，铁锈色，上面贴了一张褪色的告示，请紧握扶手，勿中途离座。日期是1970几年，已经看不清楚。我上了最后一辆车，前面3架陆续驶进黑暗，我等了大概10秒，我的车才开始动。头段很正常，假蜘蛛、假棺材、红色闪灯，我还无聊到用手机的微弱光。那年我在用一台很大部的 Nokia 照一照隔离座位，没有人。然后车子进入了一条特别长的隧道，那条隧道平时是有机关的，墙上会有几个假鬼扑出来，配上呜一声，但那次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，没有机关，只是黑。大概过了10秒，我开始觉得左边手臂有东西，不是风，是一种压住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很轻很轻的挨过来。我没有拧转面，我只用余光看向左边座位，那里应该是空的。我看到一只手，灰白色，很瘦，手指微微屈曲，放在座位之间的扶手上，校服袖口是浅蓝色那种，就是夏季校服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穿。我的车就在那一刻出了隧道，到站。我看向左边，没有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扶手上有几个很浅的手指印，在尘上。我没有跟同学说。那天之后，我连续3晚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我站在丽园鬼屋门口，不是1994年的样子，而是旧一点，一些油漆新一点，入口的怪兽口还有牙。有一个男孩站在我前面排队，背住我，他穿浅蓝色校服，书包时就是帆布鞋咩带。他慢慢拧转面，脸上灰白色，眼珠很黑，嘴唇没有血色。他看着我笑一笑，说了一句话：你能陪我走多次吗？我每次都是在这里扎醒，全身汗。第4天我顶不顺，打电话给妈妈的朋友，一个在丽园做了超过20年的清洁工，人人都叫她萍姐。萍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我在电话里说。问吧。丽园鬼屋70年代是不是出过事？电话静了好久。你别跟别人说。萍姐的声音很低。大约1976年，有个男孩和家人来往鬼屋，他很害怕，中途想下车，跳下轨道，撞到里面的一些机关，没有了。那年他才12岁。他叫什么？我不记得全名，只记得个姓，姓陈，个个叫他岳文，陈岳文。我问他是穿浅蓝色校服吗？萍姐没有回答我，只说了句你别再玩鬼屋，然后收线。我当然没有听话，不是因为大胆，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想吓我，他是想求我。1个礼拜之后，我一个人回到丽园。星期3下午，游人很少，我买了1张票，只玩鬼屋。排队时，我拿着1张票，心跳得非常近。前面只有2个人，一对情侣。他们玩完之后，整个鬼屋只剩我一个客。我坐上第2辆车，这次不是最后一架，而是中间。车进隧道后，我刻意没有周围看，而是轻声说了一句乐文，没有声音，但左边座位轻轻一沉，我感觉到有人坐下了。这次我慢慢拧转面，他就在那里。陈乐文，12岁，灰白色面，浅蓝色校服，帆布书包。他双手放在大臂上，坐得很直，很乖。他看着前面黑暗的隧道，没有看我。你，我的声音震得很紧。你想我怎样？他慢慢拧过来，看着我。那种灰白色不是恐怖片那种腐烂，
而是像一张放太久的旧照片，褪掉色。他开口说话，声音很小，很远，像隔了很厚的水。我那天好怕，我不想玩的，阿妈家硬要我上车，我跳下去之后很痛，之后就……他停了一下，之后就整天在这里。我想走，可是每次走到出口，天就光了，我又回到车上。你是第一个在车上看我的人，其他人看到我的都立刻拧歪面。我心好揪，一车一个人，重复同一条路，重复同一段黑暗，重复同一刻惊恐，念4年，你想我怎样？我再问一次。我想你跟我一起走到出口。我现在别和你一起走着。他摇摇头，不是这个出口，是真正的那个。他指住前面，隧道尽头，不是平常那个下车点，而是一扇我从未见过的门，木门，就是上面贴了一张纸，写着紧急出口，非请勿进。我的车在那扇门前停下。你帮我推开它。乐文说。我自己进去。我下了车，鬼屋的机械声全部停掉，没有尖叫声，没有风扇声，没有机关的哒哒声，只有我的呼吸声。我走到那扇门前，手放在门柄上，金属是冷的，但不是正常的冷，而是一种很深很旧，像在地底藏很久的那种冷。我拧转面看乐文，他还坐在车上，双手放在大臂，眼睛很大很黑。你害怕吗？我问。我怕了24年。他说。够了吧？我用力一推，门后不是楼梯，不是走廊，而是一团光，不是刺眼那种，而是像黄昏6点钟，太阳准备下山之前，暖的橙黄色的光。乐文从车上起身，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闻到一阵味道，不是腐臭，而是旧书、草和一点洗衣粉的味道。他在门前停下，没有拧转面，只说了一句：谢谢你陪我走这段路。然后他走了进去，门自己慢慢关上。关上之前，我听到一把女人声，好远好远的叫了一声乐文。门关上了，然后便回作一堵墙。我站在那里，心口很重，但眼泪流了出来。我走出鬼屋时，白天已经下山，丽园的灯亮了，碰碰车的音乐还在播放，很远很远有人在小吃部买着鱼肉烧麦。我找到萍姐，在员工休息室里面。你看到他了？萍姐问。我点头。他走了。我再点头。萍姐点起一支烟，看着天，好久没说话，然后她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：这座东西开了这么多年，人人都说多了一个鬼陪着走，但没有人想过，那个鬼可能只想有人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1997年，丽园结业，2000年代初，原址变成住宅和商场，鬼屋拆了，怪兽口、假蜘蛛、慢速小车全部消失。我有时走过那头会停一下，地面已经完全不同样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依然觉得，如果在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角度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穿浅蓝色校服的男生，静静站在那里，等别人跟他说一句：我陪你走。如果你有一天到一个旧游乐场的遗址，看到一扇不该在的门，不要害怕，也许只是有人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全文完。本故事改编自丽园鬼屋真实流传之都市传说，部分人物、情节为虚构创作。